嗨，大家好。今天呢，到青浦的山姆店啊去买东西。走着走着呢，这个导航啊就把它导到了一条小路上来啊。我知道这边呢叫徐泾，离那个山姆商店呢大概还有5-6公里的地方。以前呢曾经开车也路过，非常原汁原味的一片乡村的地方。所以呢，我让我太太先开着车去山姆商店买东西去了。我呢就趁机啊，在这条乡间的林荫小路上骑行一段啊，感受一下这边的乡野的气息。经过一个水闸，在这条比较窄的乡道上骑行。这边还有个农场，叫一道农场。看着边上有个河冲啊，有些钓友在这边钓鱼。我也不知道这个路是不是通向山姆商店的啊，但是呢，也凑凑热闹，跟那些钓鱼的人呢，就在他们的身边啊，骑行一段。右手边呢是一片林场，种了很多的树啊，应该都还算是一些树苗，长大了会移植到该去的地方。刚才看到这个桥上啊写着洞河泾3个字啊，那这条小河应该就叫洞河泾了吧？洞河泾2号桥。自从买了这台2手的折叠单车啊，放在我的车的后备箱里面呢，走到哪里啊，看到有合适的地方呢，就可以骑一段，既可以锻炼身体啊，又可以看看不同的地方的风光啊。尤其是到这些乡村的地方，停车也比较方便啊。同时呢，这些乡野的气息啊，非常吸引人。你看啊，面对着这样已经一片收割完的稻田，人的心胸呢，就会像这个开阔的农场一样的，感到特别的开阔啊，心情呢会感到非常的舒畅。这个地里呢都已经收割完了啊，相信
附近的农民应该沉浸在丰收的喜悦当中啊。毕竟一年也就是2季的这样的稻谷的种植，辛辛苦苦了几个月啊，终于见到了收成。这种内心的喜悦呢，我相信不亚于一个成功人士啊挖到了第一桶金。前面这个车停在这么一个窄窄的田埂路上啊，是不是也是在看稻田的呢？我不知道其他的朋友啊，喜不喜欢到这种乡野气氛的地方呢，来走一走，看一看啊，会不会在这样的乡间呢，感到特别的放松，并且呢，有一种愉悦的心情啊。我自己呢，因为小时候啊，父母亲工作的比较忙，所以有一段时间呢，就是在农村长大啊。当然那个时候还是非常年幼的时候，之后呢就会放暑假寒假，经常会有机会呢回到浙江的外婆家。随着年龄的增长啊，慢慢的也会去负担一些农村的农业的劳动，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所以呢，虽然都不记得了这些农村当时学到的一些记忆啊，但是呢，毕竟对农村的这种情景啊，还非常的熟悉。随着年龄的增大，读书、工作，去各种地方走过，但是感觉呢，还是那种小时候的记忆当中的农村最为美好。虽然客观讲啊，你叫我到农村去常住，可能也有不适应的地方。虽然现在农村呢，从物质生活啊，还有这些风尚方面呢，都有了很大的一个进步，但是呢，时不时到乡村来走走啊，感觉还是特别的舒服。走着呢，就到人家村里来了。你看，农村就这样啊，刚刚这个收割完的稻子啊，还没有脱谷啊，就把它晒在马路上。这个应该是自己吃的。前些天呢，我妹妹啊还送来了一袋米，说也是上海附近的农村啊朋友家里自己种的米，收上来的新米啊，说让品尝一下。
也分享一下这些农民丰收后的一种喜悦。告别了一处村庄，现在呢又骑回到乡间的行车道上看来马路边上栽了很多的树，虽然呢还都是一些小树苗，但最起码呢可以把土地利用起来。店浦河桥，正好可以在这条店浦河上看看风景。还是蛮宽阔的一条河我记得闵行应该也有这条河吧，相信都是通的再看看对面，其实这条河不小跟我小时候我外婆家的一条姚江的支流应该有的一比我们小时候就在这样的河里学会了游泳。好，我们下桥。留下路，这个名字谐音请你留下。
看到这边有一大片的菜园子，对面有更大一片啊。我闻到了农村的气息啊！看来这边培育了很多的树木，在合适的时候呢，就可以把它移植到该去的地方。左侧松江市境，留下古文化遗址，在这附近。这个地方应该叫留下村啊，留下妻子。还有宋庆龄学校啊。既然有一片农田啊，我们再拐到里面来看一看。现在农村也搞垃圾分类了啊，这是一个文明的举措。感觉啊，这边都是树林啊，都是培育林木或者是树木育苗的地方啊。田里啊，主要还是种的是菜啊，一块一块菜地。这菜地呢，感觉啊，应该是分给他们自留地吧。每一块菜地种的东西都不太一样。我没有看地图啊，完全在这里面闲逛，也不知道走的路对不对啊。其实也无所谓，但是呢，我看到啊，右侧好像有一些高楼，应该是骑到大马路上去的啊。既然是这样呢，我们就往高楼的地方骑吧，应该不会错的。
挺有意思的一段旅程。来到了徐泾啊，有个叫留下村的村庄里面，在村头村后的田野里面骑行。这边叫横塘河，又是一条小河啊。左手边呢是一排列还算整齐的农民的房子。现在很多地方呢都是把农民的宅基地呢集中使用啊，统一呢建了很多的村屋，都还比较宽敞啊。但是这样的结果呢，就可以腾出很多的地方土地啊。感觉前方呢，就是有一些城市的新房子了。通松江桥，洞津港，这条河叫洞津港。啊！你这个牛是哪个？你这么高的？洞津港啊，现代的楼房。留下一队，还是留下村？一座独木桥，只能单向通行的一座小桥。感觉右手边的这些房子啊，应该还是农民的房子吧，不像是商品房啊。就是征地以后把他们集中搬迁到了这里。虽然房子的大小啊，足够一家人住，
但是房子之间的间隔呢，远远没有像以前在村里头啊，中间有那么多的空地，所以对农民来讲也是需要一个适应的过程。要学习成为城里人啊，还有很多需要克服的一些观念啊。这边呢，好像是他们自由的集市啊，卖各种各样的水果、农副产品。这里呢，到了兆飞公路，一个朝北，一个朝南。我是完全搞不清楚应该往哪走，我再看看地图吧。看来我是越走越远喽，好吧。在村里面啊，骑行了一段，越走越远了。现在到山姆商店啊，要走大路了，大概还有7.6公里。这边呢也有很多小区啊。陈家小区、长邦桥小区、兆飞公路站。这条马路的两侧呢都是高墙啊、大宅，看看很多的门呢做得非常的气派啊，有一点点假贵族的气息。可以来看看这个门，红字的大门，像一个城堡的一个门一样。海伦幼儿园。我还以为是个公园啊，这边是个小区，挺不错的一个小区啊，也不知道叫什么小区呢。市境怡景园和颐和园只差了一个字啊。从这个矮矮的围墙可以看到里面的大房子，2层或者3层的独立屋。马路对面也是啊。虽然不敢说这个房子有多么的贵气啊，但是呢，我知道在这个附近，以照相啊为中心的一个区域，有一大片的这样的别墅区，成为一种比较新的居住的风尚。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啊，山姆商店会开到这样的地方来。前面呢就是4层公路了啊，我右拐呢就可以去到山姆商店。